今天要去千葉縣的市原市。那這期的內容啊是關於鐵道的。這次我們將以貫穿房总半島北部的小湊鐵道進行講解。小湊鐵道可以說是關東很有代表性的路線。那始建於1917年，那1925年開業。那在2025年正式迎來100周年。那現在的大眾討論小湊鐵道多是以懷舊的列車、櫻花季漂亮的景觀以及懷舊的昭和鄉愁為視角進行解讀。但實際上小湊鐵道見證了日本是如何從瘋狂擴張在一步步走向現在的全線收縮的。那這一次我將以這個視角帶大家看清一個陌生的小湊鐵道。到古井车站之后呢，不用出车站，车站内就可以直接换成小湊鐵道。那它這塊車票呢，一日券的話是2000日元。我建議大家如果來這觀光的話，是買這個票，除非你不是當日往返，在裡邊可能住一宿，可能不需要這個。但凡你是來這塊觀光，並且當日返回的話，這2000是絕對非常划算的。剛才有說嘛，小湊鐵道已經有100年歷史了。在2017年的時候呢，它的沿路有22處被登錄成國家有形文化財產，非常懷舊的一條線路了。不過它18個車站可能不能一天全部看完所以這期呢，我只會找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車站帶大家逛一逛。主要原因就是它這個車次太少了，沒法一天把所有車站看完。那好吧，咱出發吧。目前小湊鐵道的車型主要分為2種，一個是 Kiha 200型，一個是 Kiha 40型。Kiha 200型就是橘色與奶油色的經典塗裝。這台車從1960年代開始服役，直到今天依然是主力。這個車的發動機使用的是傳統的液體式變速器。那在1960年代，這是日本為了實現全境鐵道化而研發的高可靠性通用動力單元。它不追求极速它追求的是在房总半島這種複雜的丘陵地形中能夠低成本高頻次的運送勞動力。那 Kiha 40型其實不是小湊鐵道的車型，它原本在東北寒冷地區服役的，因為要報廢了嘛，所以就被小湊鐵道以低廉的價格買入。那這種原本屬於國家級的耗材在退役前夕被這種地方私鐵接手，發揮最後的餘熱。其實這從側面也說明了一個現狀日本地方鐵道已經進入了二手循環的模式。那小湊鐵道除這2個車型之外，其實還有一個觀光車型，屬於開放式車廂，由一台模仿蒸汽機車的現代柴油機車牽引。它外觀像100年前的蒸汽機車，但內核是現代的柴油動力。但這是因為小湊鐵道僅靠運送乘客已經無法維持開支了，於是便有了這種觀光型的列車，目的就是吸引遊客。那根據這幾年的數據統計目前小湊鐵道70%的收入都來自於觀光游客。但是呢，這個觀光型列車車次比較少，建議大家來之前先從網上搜索，最好是在網上訂票吧，不要到這塊再買票，這樣的話會比較麻煩。先来到上总牛久车站，不是不往里走而是再往里走车就非常少了。下一班車的话，停车站人员說得2個小時以後，所以要在這兒強行被逗留2個小時。這就是在車站外邊設置的一些網紅打卡點了。原來這是個廁所，還不是打卡點，很有設計感的廁所。這附近什麼都沒有沒有景點，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不過這塊有麥當勞，這我沒想到，我也在這塊吃個麥當勞吧。已經拿完餐了，我現在就回車站了。在車站老老實實的再等1個多小時吧，實在沒地兒去。那開始今天內容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小湊鐵道的建設歷史和背景
那小湊鐵道的設立可以追溯到1917年，也就是大正6年。當時的背景是日本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工業擴張期，東京的城市化進程對建築材料產生了極大的需求。那這條鐵路的最初規劃主要是服務物資運輸，其次才是客運，所以早期可以認為是一條資源外運通道。在房總半島的深處也就是現在的養老溪谷周邊蘊藏着大量的木材、木炭以及優質的石材。那1925年，也就是大正14年武井至李見站路段正式通車。到了1928年，也就是昭和3年至上总中野站全线開通。由於海運受天氣限制且效率低下，在當時的政策環境與資本推動下，人們通過鋪設這種高集成度的軌道設施將原本孤立閉塞的半島內陸與東京灣的工業樞紐直接連接。這意味着在100年前，這條鐵路沿線不是供人觀賞的景觀。從當時的行政視角看這些鐵軌是近代日本交通文明擴張的物理遺跡。那1917年興建這條鐵路的動機是為了將房總半島深處的自然資源源源不斷地供給給正在急速擴張的東京。當這些鐵軌穿過森林，將每一根電線桿在荒地中夾起時那原本處於原始狀態的土地被強行納入了國家工業生產的範疇內。那在進入1960年代小湊鐵道的運行邏輯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原本以木材與石材為主的貨運職能被迅速增長的通勤需求所取代。這一時期日本處於高度經濟成長期。由於東京核心區域的土地供應達到極限，行政力量與民間資本聯手，開始將房總半島的郊區土地納入城市化進程。鐵路在此時承擔了將廉價土地轉化為生產力資產的職能。通過鋪設這些軌道資本成功將原本遠離經濟中心的邊緣區域改造為標準化的通勤住宅區。鐵路成了將勞動力每日輸送到京葉工業地帶和東京核心区的運輸工具。那在這一階段，個人的生活半徑逐漸不再完全由自然地理決定，而是越來越多的被鐵道的運行時刻表所重新劃分。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被冠以懷舊標籤的車站實際上是這套高效擴張系統在功率最高峰時留下的遺址。然而這種巔峰期沒有持續幾年。那在1960年代中後期日本發生了另一場深刻的地缘变革，那就是汽車普及。那隨着国家级高速公路網的完善以及私家車的普及那原本依賴軌道進行的單一动線管理被徹底打破。那這種轉變的核心並非鐵道技術的落後，而是社會結構的重塑。汽車提供了點對點不再受行政时刻表約束的移動能力，這意味着原本被鐵道緊緊鎖定的空間開始向更廣闊、更隨機的區域擴散。那小湊鐵道原本承諾給沿線居民的那種與都市同步的未來在新的社會結構面前失去了競爭力。從此時起呢，這套曾經極其精密的運輸系統在財政視角中逐漸從核心資產滑向了被視為沉重負擔的邊緣。它不再是文明擴張的先鋒，而成了社會結構變遷後被遺留在原地的殘骸。已經到李見站了。從這塊開始就是有車坐車，沒車就不行了。因为接下來的幾站每站都要拍，只坐車的話肯定來不及，它2個小時一趟，這時間肯定不夠，所以純靠運氣了。咱們從這塊開始走吧。在李見車站一下車就可以看到車站內有賣便當的，這應該是在櫻花季和節假日才有，平時應該是沒有的。那車的停留時間也是足夠去買便當的，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沒時間。我現在是要沿路走了，看到離下一站2.2公里，接下來5個車站還是6個車站都要拍。老遠就看到路邊站着六地藏，但是不會過去看，因為他是往那個方向走的，咱們要往這個方向走。難怪有六地藏，這塊是個寺廟，醉聖山真高寺。幸好看了一下地圖，不然就走過了。它鐵路和這個道路不是平行的，是2條不同的路。你如果不看地圖就按着這條路走的話，那車站就直接錯過了。到飯給車站了，
車站在哪兒？我看不到，但是我看到这個廁所了。過來就是看這個的，這是號稱世界最大的廁所，就黑在這裡邊。但大家不要被這個最大迷惑了啊，其實更多的是一個噱頭。日語其實是寫的 hiroi， 就是裡邊可以看到廁所很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那個玻璃房子就是一個獨立的小廁所，但是廁所之外的空間非常大，再加上裡邊有一个櫻花樹，但是好像還沒有開花呢，所以就號稱世界最大的廁所。其實不是很大啊，就即便它裡邊很空曠啊，廣場很大，它也不是特別大，跟最大扯不上關係，就是一個噱頭。不過這廁所是女廁所，我進不去，進去了可能也不能拍，聽說，因為廁所嘛，隱私的地方肯定不能隨便亂拍。這就是那個廁所了，女廁所進不去。這塊有一個展示圖，看這個大家就明白了。其實跟世界最大沒什麼關係，就是一個噱頭，不用太當真。它這塊另外一個看點啊，就是這塊，可以看到裡邊有水。那到櫻花季的時候呢，在周末會找志願者把這裡邊倒滿水。等有水了以後呢，不就有倒影了嗎？然後和這個櫻花一起拍照會非常的漂亮。但它這個櫻花樹看樣子離開花還挺遠的呢，至少得半個月以上吧。它這塊故意拿東西把門卡住，打開讓大家看，是不是現在可以拍攝了？以前這塊應該貼着不能拍攝，也給揭掉了，那現在應該可以拍攝了。那裡邊就是這個樣子。這塊的櫻花樹快開花了，2周之內肯定會開花，但是水田那塊還真不太好說。那放給車站的櫻花啊，水田再搭配這個設計感的廁所啊，是最符合中文圈定義的日系美學了。但是由於這個車站目前利用人數啊已經近乎於0了，所以當地政府為了維持這個支點，那花重金啊請了設計師設計了這個廁所，又花重金啊搞了這個人造景觀。现在是在月崎車站，這站呀還是不行吧？月崎到上董大久保看樣子挺近啊，不是很遠，到養老溪谷比較遠，但是它中間有景點可以看，好糾結呀。還是看月季吧，趕上車就坐車，趕不上就走着過去。那在當前的行政視角下，小湊鐵道所面臨的巨額經營赤字啊，不應被簡單歸類為經營不善，這實際上反映了日本近代化過程中文明的演變過程，也就是逐漸的自然衰退。那隨着日本人口結構的深刻變化呀，特別是房總半島內陸地區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加劇啊，那原本為了高頻率大規模運輸而設計的鐵路設施啊，已經失去了其最初的意義。那這些現象可以稱為是行政主權在空間管理上的被動收縮。那原本密集的車次班次被極度拉長，那這種現象啊，也反映出原本的社區結構啊，正在逐漸從這些邊緣地帶收縮。當常住人口的密度下降到臨界點以下呀，那這些鐵路啊，就不再承擔支撐社會運轉的循環職能，而是退化成了記錄過去擴張痕跡的鐵道化石。從個人情感角度啊，會覺得惋惜，但是感性啊，改變不了結構性的衰退，所以必須要正視一個事實啊，日本目前面對的並非單純的鐵路經營問題，而是深刻的社會結構變遷。如今的小湊鐵道啊，為了延緩這種衰退速度啊，它的做法就是將鐵道從生產工具徹底轉變為觀光景觀。那由於本地居民的通勤需求啊，已不足以支撐維護成本。那原本作為生活基建的鐵路啊，其服務對象啊，已經從本地居民轉向了外部遊客。那這種職能的置換呀，意味着鐵路已經脫離了沿線民眾的日常生活邏輯。它現在存在的目的啊，是為了維持一種特定的視覺景觀，那以獲取外部資金的輸入。這也從某種角度意味着小湊鐵道不得不從支撐地方的鐵路沿線啊，降級為了要靠遊客經濟來維持衰敗的事實。我被他那個地圖騙了，我看到路邊的指標啊，
從這兒走到下一站要4.3公里，4.3公里，快的話可能正好趕到下一班車，慢一點可能都趕不上。好浪費呀，那一地橘子完全沒人撿，应該是這戶的，根本就不吃。居然在懸崖峭壁上看到一個櫻花樹，而且已經開花了。看到墓地了，應該離村子不遠了。啊，到村子也就到車站了。這4點多公里，怎麼這麼近呢？這沒法直接到車站，要從這條路繞到村子裡，然後再從村子繞到車站。這個應該是往裡走的。完了，差一點，等於說要在這兒等1個小時。上总大久保車站的看点是在車站牆壁上畫着龍猫和吉卜力風格的壁畫，然後车站周圍還會有櫻花樹，看起來非常的童话和浪漫啊。但是呢，這個背後的含義挺讓人唏噓的，因為在這個車站旁邊緊鄰着一所已經廢校的小學。那牆上的壁畫和燦爛的櫻花是在物理上掩蓋了兒童消失這一殘酷事實。當一個社區失去了繁衍能力，它通常會陷入一種對幼態審美的偏執。那當地极力維護這些彩繪和花海那其實是在模擬一種已經不存在的生機。既然没趕上那趟車，这1個小時也沒地兒去，我就進到這個廢校裡了。他沒有寫不讓進，大門敞着。不過我覺得在日本之外，很多人对日本小学尤其看到這種風格的學校第一反應就是恐怖片和恐怖元素，是吧？雖然學校已經荒廢了，但是它燈還亮着。最不可思議的就是白天亮燈，這個意義是什麼呀？白小，這學校叫做白鳥小學。別說他這拖鞋怎麼都跟新的似的呀？你看那邊拖鞋也都是跟新的似的，太匪夷所思了。哎，裡邊有人嗎？剛才回頭的時候，裡邊突然咚一聲，有人敲東西，但不像是有人呀。不管了，谁知道什麼聲音呢？看這個学校的規模這小學面積可不小呢，也就是說以前學生挺多的確實挺讓人唏噓的那個鐘都不走了，在外邊燈給你開着。这邊鞋櫃裡的拖鞋也都跟新的似的。看完了，因為不進樓裡邊嘛，所以沒什麼太多可逛的。這應該是體育館，我覺得這體育館挺浪費的，因為教室嘛沒學生，那肯定是用不上。但體育館的話，你可以拿出來給當地社區的人作為活動的場所，是吧？多好，還不用這麼閒置。哎呀，感覺有點浪費。這體育館看着還挺不錯的。我實際查了手機地圖從這兒到下一站並不遠。看地圖的話，應該是下一站是之前一站的2倍的距離但實際上地圖顯示才3公里，非常近。那咱們就走過去吧，因為剛才我看了时刻表它只剩2趟车。如果不走過去等車的话，先不說等1個小時的問題你就完全後邊就看不了了，因為後邊還有2站嘛，所以不能在這兒等，得抓緊時間。那個是鹿還是傻狍子呀？個頭的話是傻狍子的個頭，應該能看清楚吧？
現在的位置啊，就是很多攝影爱好者选擇拍攝的地方。但是樱花还没有開，油菜花，哎，油菜花去哪兒了？应该是前邊吧。所以现在拍的人还不是很多。那邊有個小瀑布，但這個角度不太好，看不太清楚。終於到了，居然在車來之前趕到了。這塊有寫啊，如果沒有坐車的話，是140進去泡溫泉足湯。那如果有票的話，跟一日券沒關係啊，只要有票，坐了這個車的話就是免費的。進來看一看。我进去懵了，這個車站的時刻表和上一個不一樣。這個車站4點是沒有車的，它下一趟車是5點59，也就是6點最後一趟。我的天哪，要在這等1個小時。走我是不會走了，因為這太遠了。那1個小時就比較趕了，最後一趟車嘛，等於說到了下一站馬上就要坐車回來。终于到终点站了，中野，趕快拍呀！只有20分鐘的時間。那站在終點上總中野站呀，我們要思考一個行政命題呀：為什麼日本社會啊依然願意每年支付巨額的財政補貼，來維持這條處於嚴重虧損狀態的軌道？在當前的社會結構中啊，小湊鐵道的職能啊已經發生了本質的異變。它已經從一個物流與通勤工具啊，轉變為日本成熟文明中的一個關於審美和懷舊的功能組件。它不再承擔大規模運輸肉體的職能，而是負責啊向整個社會提供一種關於秩序穩定的證明。這種轉變啊，標誌着日本社會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從20世紀那種追求增量與速度的擴張型發展階段呀，逐漸轉向以存量維護與景觀保存的發展形態。如今投入成本維護的已經不再是作為運輸設施的鐵軌，而是那套證明行政力量曾經征服並改造過自然的標本。這就是當一個基礎設施啊失去了其原始功能後啊所呈現出的最終形態，從生產功能啊轉化為文化景觀。那在日本啊，小湊鐵道已經演變為了一個雙重屬性的實體，它既保留了交通工具的物理形式啊，又在履行着文化遺產的審美職能。這是一個文明轉型的典型標本，它證明了當社會啊步入收縮階段啊，那些曾經為了擴張而修築的宏大設施啊，並不會被立即拆除啊，而是會被作為一種感性的資產進行長期的維護。那小湊鐵道啊，就像是這台龐大的國家機器啊，在進行功能迭代時啊，為了留存歷史而保留的一段回憶。它不再追求效率，而是作為一種文明深度啊存在過的證據，在時間的磨損中啊，被賦予了全新的存在價值。終點站挺小的，拍的差不多了，準備上車嘍。那在櫻花季啊，到訪小湊鐵道沿線的話，會看到沿路有很多油菜花。這些油菜花啊，配合行駛了半個世紀的鐵皮火車呀，構成了很多人認知中關於日本最溫柔、最穩定的幻覺。當我們用感性的思維啊驚嘆這些精美畫面之時啊，又必須要接受現實的殘酷。你看到的每一片花海啊，其實都生長在人口流失的土地上。你聽到的每一次隱形轟鳴聲啊，都是利用巨額的財政赤字啊來強行維持。那這條鐵路啊，作為生產工具的壽命啊，早在30年前就隨着個人交通工具的普及啊而終結了。它現在之所以還能移動啊，是因為日本社會啊選擇了一種景觀式的告別。由於不願意拆除這段證明過擴張意志的鐵軌，於是啊將其轉化為了一種供人觀賞的昂貴景觀。那這列火車呀，不再負責運送未來，它只負責運送舊時代的記憶。那這種由財政補貼維持的精緻感啊，某種程度上啊，正反映出一個成熟社會在進入收縮階段之後啊，對過去發展軌跡的一種溫和保留。那當一個時代徹底結束時啊，它留下的最後產物啊，往往不是更快的速度，而是這種在荒蕪中被強行留住的帶有鐵鏽特徵的餘暉。
終於到武警了，搖得我好難受。回來才發現，我今天白天出站都没有刷卡，所以要先刷一下，然後這塊再刷一個進站的。好了，這下就可以了。準備坐車回家了。這期內容到這裡了，謝謝觀看，咱們下期再見，拜拜。